大金刚，妈咪切了你最爱吃的水果。不想吃。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有羽球选拔，选中的人会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比赛。教练竟然选了 Jonas。Jonas 是谁呀？教练的儿子。所以你是因为没有被选上校队而生气？我的表现很好啊，教练根本就是偏心。失败的人只有一种，就是还没有抵达成功之前就放弃的人。你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会被选上的。多努力也没有用，我又不是教练的儿子。你看，那不是 Jonas 吗？就连周末也还在加强训练呢。Okay, 2 steps. Strike. Arm. Okay. 哦，说要我陪你去超市，其实是故意拉我来这里看他。周末要你放下漫画陪我出去逛街，你都不情不愿。如果要你像 Jonas 一样，每个周末都加强训练，你做得到吗？我问过教练了，他说 Jonas 很小的时候就很想加入国家队。所以在半年前就主动要求每个周末加强训练，那每一次训练呢都是2到3个小时。虽然你的表现也很出色，但也不能因为他是教练的儿子，你就否定他的努力。Jonas 会被选上校队，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也不是因为教练偏心。这么努力的人，最后能够得到成功，不是偶然，是必然。很好。那如果我从现在开始多多练习，我还有机会被选上校队吗？当然啦，只要肯付出努力，才会有回报。机会是留给那些肯努力的人。妈咪对你有信心。拉拉，刚才吃的饱不饱？饱。Peps 刚刚的烤肉好好吃，下次要带我去吃。好啊，你喜欢吃，我一定带你去的。可是记得不要跟你妈妈讲。嘘。拉拉，Peps 想进去买点东西，陪我去。OK。走。哇，拉拉，这里很多东西看呢。哇，你看，这些足球很漂亮，喜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还是喜欢红色的？都不喜欢。拉拉，拉拉，哎呦，拉拉，原来你是要看球鞋啊？你不跟 Pep 说？哎，你看这个，看这个，它颜色很漂亮哦，你穿去踢球一定很酷的，喜不喜欢？你是故意带我来这里的，我都说了不要回去上课了。No No No，OK？ 啊 ，OK。哎呀，我的小公主啊，之前 Pep 叫你不要踢球，你就生气；现在 Pep 叫你继续踢球，你也生气。你到底想怎样，我的小公主？我不要做什么公主 ，Peps， 你再那我就不和你好了。好了，娜娜，我不累了，你等我，我带你去游乐场玩，走。Pass in front. Okay, run. Come back. Come in front. Run. Dribble some more. Alright, good. 26. 25. Okay, Alia, shoot. Alia, shoot. Alia, dribble. Okay. Okay, pass back. Alright. Go! 想不想跟他们一起玩呢？我不踢球了。你只是不想上足球课，可是还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玩的啊。咦，是哈？快去啊，让他们看看拉拉的厉害。小心一点啊。
Sit. Good. 怎么了？这个小女生很厉害，她是不是从小就那么厉害的？拉拉，就算她生出来就这么厉害，她也一定要付出努力啊！就像你的偶像罗纳多一样，你知道他为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选手，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吗？他每个星期会训练5次，每一次长达3到4个小时，而且每一次训练的时候呢，他一定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回的。她不是很累？不止呢，他休息日的时候也会去运动啊，比如说游泳、做gym、跑步等等。原来罗纳多也要做这么多的练习啊！当然呢，这么努力的人在最后获得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得到成功。所以，机会是留给那些肯努力的人的。我听不懂。那，就像那个小妹妹，她肯定呢是一直的训练，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会变得现在这么厉害的。你怎么知道？我每次在跑步的时候，都看到她一个人在练球。刚开始的时候，她也和你一样啊，只练一些基本的运球啊、传球啊这些基本功。原来他的教练跟我教练一样，只会叫人练这些 boring 的动作。不管你做什么都好，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当年 Peps 也是一样啊，我也是苦练我的基本功，才被选为当校队的，才可以帮学校赢得这么多的奖牌啊。Peps 这个故事也说很多次了。知道了。我只是想跟你说，只要你肯努力的话，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足球员的。Peps 相信你。Peps 你是不会带我来这里的，对吗？Pass. Open. Go！ OK， 这是大姨的饼干。菲菲，手心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真的？没有少掉？没有，这是什么呀？我忘了。Thank you, dear。不用谢，这些都你自己买的。我知道你工作忙，但是你还是愿意抽空请假陪我回去怡保探亲啊。我也没有去过怡保，而且这是妈的家乡，我也想去看看。只可惜，这一次请假我只能请到3天，不能待久一点。我爸也是要喜胜，不能离开新加坡太久。这是他4年来第一次出国，我看得出他很期待。我也很期待。明天早上我们一早出发，今天晚上我们就不煮了，等一下带爸妈一起出去吃。接个电话。喂，说。那天你给我的银行账号，我已经查到拥有人是谁了。那个人你也认识？我认识。邱有德，2年前你是不是跟我爸爸拿了5万块钱？什么5万块？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已经找人查了，那个银行账户是你的名字。你到底跟我爸爸拿了多少钱？钱是陈志通心甘情愿给我的。不可能，我爸爸不会那么错，你一定是威胁他。钱是他欠我的。我儿子也叫他爸爸叫这么多年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要不是你当年抛弃我，要不是爸爸妈咪收养我，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那你之前又回来找我，要跟我相认？我从来都没有想要跟你相认，我只想亲口告诉你，谢谢你当年抛弃了我，没有你我现在过得更好。
如果当年我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一定会变成像你这样下三滥的人。我警告你啊，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你也不可以继续利用我，威胁我的爸爸。从今天起，离我们越远越好。好久都没有去度假了，我真的很期待。哎，出发前我再确认一下，东西都带齐啦。护照那很好，打电话给妈，跟她说我们现在出门了，20分钟后在她家楼下见。嗯。你看妈这么着急，已经打电话来催我们了。喂妈，我们快要出门啦。什么？菲菲，妈，爸怎么了？不知道，他突然说胸口痛，然后我就昏倒了。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我打包的东西给你们。你们忙了一整天，应该还没吃吧？谢了。菲菲呢？她累坏了，刚刚才睡着。丧礼处理的怎么样了？等一下把遗体送去灵堂，摆在他们家楼下。昂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么突然啊？是啊，我们不是才要搭早上的飞机回安迪的家乡度假吗？爸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突然觉得胸口很痛，呼吸困难。妈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打电话给救护车。可是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爸已经昏迷不醒了。那医生有没有说为什么？医生只是说，是肾病引发的并发症，急性的肺部细菌感染。啊，在哪里被感染到的？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本来一家人高高兴兴去旅行呢，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生命真的很无常，尤其是安跟安迪的感情那么好，安迪现在一定很难过。嗯，所以啊，人呢真的要及时行乐，有机会爱就要敢去爱，像我这样把握每一个机会。你那是滥情好不好？嘿，你不要说我啊，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你的恋爱次数不比我少啊。那是因为你只算恋爱的次数，没有算一夜情。真的要算起来，哼，我还是输你几条街哦。没有办法啦，谁叫我这么帅，魅力无法挡哈。你呀，最好保持单身，不要祸害良家妇女。哎，你也是啊，最好不要去危害那些单身的男子啊。我跟你不一样，我要找的是一个能够陪伴我一生一世的 soul mate， 然后我们一起结婚，在一起到死去，就这么简单。哦，所以你换了这么多的男朋友，一个 soul mate 都没有找到，很简单咩？我对每一段感情都是100%投入，期待走到最后的。只是后来发现不适合，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兜兜转转了这么久，说不定最后你会发现，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就在你身边呢。已经发现了，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B，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们家大金刚陈博阳。啊，你好，我是 Mac， 我是鱼的男朋友，也是他的同事。你好，近水楼台啊，所以是我妹妹主动追求你的。你果然和袁说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不要听他乱说啊，他每次说我坏话的哈。找一天约你出来吃个饭，联络一下感情。好啊。那 B 啊，等一下要吃什么？日本餐？不想要吃日本餐。韩国餐？不是很想。你们可以边走边讨论的哈。瞧。我比较想吃西餐。西餐也行。好久没吃牛排。好，回去吧。拜拜。拜拜。喂，我把女朋友送回家了。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 happy time 了。我马上去酒店，等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哭着向我求饶。看我表演啊！哎，你为什么用我的梳子啊？用一下会死啊！这是卫生问题啊！一把梳子多少钱？你买不起啊？才叔安哥弟，你们怎么又吵架啦？发生什么事？他又偷用我的东西呀！这次更过分了，用我的梳子啊！你们有缘住在一起，就要和睦相处。安哥弟，梳子呢，关系到卫生问题，用自己的比较好。等一下我去买一把给你。听到了没有？这叫做大方。顺便买一面镜子给我，我不想跟他 share 镜子啊，免得我照啊，变成他这个样子。好。你又不是他什么人，又花钱买东西给他做什么？你妒忌他对我好，放心了，我快要死了，没有多少时间能让你眼红的。安哥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快要死了？啊，他鬼话连篇啊，不要相信他。你又不是医生，我有病没被你看得出来啊？我快要死了，我有证明的哦。什么证明？那你看，我胰脏里面有肿瘤啊，我快要死了，都是你们害的。之前的念，叫我去做什么身体检查，好了，现在我非常的后悔啊。不知道还好，知道了以后呢，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我很可怜啊。哥弟，那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去做切片检查？有，不过我不要。为什么啊？肿瘤不一定是恶性的，也有良性的啊，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定啊。万一是癌症呢？那就早点接受治疗啊。神经啊！我才没有中那种痛啊，死就死了，我又不怕死，最怕你痛到半死走不了。不要嘴硬了，做个检查啦。是啊，就算是癌症，也不代表没有希望。你看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脸吵的了，你们不要跟你们讲话了啦，烦死了。哥弟。爸，可香吗？菲菲啊，我们炖了鸡汤，给你们补身。谢谢可香妈，谢谢爸爸。亲家母，节哀顺变了，我先过去叫白金。爸爸，白金，太多了。亲家嘛，应该的。爸爸，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可这实在太多了。家人之间哪里有计较钱的？需要什么帮忙跟我说。没事的。对不起，
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啊？好，对不起，让你操心了。走吧。养儿100，常有99。担心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但是也是幸福的负担。三金刚里面呢，就只有你让我最放心了。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安排得妥妥当当，从来都不会让我操心的。不过爸爸最担心的，还是你把什么事都闷在心里，给自己太大压力。有什么心事可以跟菲菲说，或者是大金刚、小金刚，不要什么事都扛在自己身上，那人生呢会轻松很多的。坐下来休息吧。哎，允恩，我听正果说你会帮忙留下来守夜，那我就拿了一套衣服来给你换。嗯，谢谢。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来，阿姨。坐，阿姨。OK。发生什么事啊？是我感觉好像你们两个会变为陌生人了。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呢。是吗？所以你这个人是什么？钱多，还是你是喜欢买衣服给陌生人啊？下一次你钱花不完跟我说啦，送我一点。喂，说啦，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不关你的事。帮你吧，阿姨。好啊。唉，最近拉拉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心烦。怎么了？我之前买了一个机器人给他，他很喜欢，还给他取名叫做 Stuart。前一阵子 Stuart 坏了，我就买了另外一个相似的机器人送给他。谁知道啊，拉拉把这个新的机器人丢一旁，玩都不肯跟他玩了。怎么会这样啊？他不喜欢吗？我刚开始也是这样觉得啊，所以我就问了他，他居然跟我说啊，他如果跟这个新的机器人玩的话 ，Stuart 会很伤心的。他甚至觉得啊，他应该讨厌这个新的机器人。他怎么会这么想啊？我也不知道啊。可是苏一他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拉拉偷偷的在房间跟这个新的机器人在玩。我猜拉拉她不是讨厌这个新的机器人，而是太喜欢 Stuart 了。他觉得如果他一直跟这个新的机器人玩，他会忘记 Stuart。我觉得我应该给拉拉多一点时间，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接受这个新的机器人。你觉得呢？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安迪，菲菲，节哀顺变。谢谢。有人？今天没有上班吗？等一下还有2个个案要去探访，趁中间有空档就过来了。前2天看到你的那个新男同事送你回家，你们在一起了？你知道啦？那答案应该很明显吧？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爱情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不过你说速度快，你不是更快？你跟我分手没多久，不就交了新的女朋友？哦，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了。连分手都那么快，
发生什么事啊？哦，这次我学到了，只靠刚开始对彼此有感觉是不够的，两个人在一起呢，需要时间来了解彼此，才能确定对方适不适合自己啊。其实恋爱中有趣的，不正是陌生的两个人慢慢了解的过程吗？如果太过于了解彼此，那谈恋爱的时候不就没了新鲜感？就像我跟 Matt。 每天都能从对方身上挖掘新的东西，他也让我尝试了很多新鲜的事物，让我更加认识自己，看到自己原来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一面。哎，那天 Matt 还带我去五级芝麻自然区 trek 了3个多小时，我才发现自己还挺有耐力的。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个人。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我有种预感，他就是我的 Mr. Right。 我的 soulmate， 现在我越来越肯定了。你们在聊什么？聊 Mr. Right。你们慢慢聊。小金刚好像不太想跟你聊哦。他刚才说的什么 Mr. Right， 应该也不是你吧？是他的新男朋友 Man。 浪费啊！你太慢了。我没想到雨恩会这么快找到新男友，而且是你教我的，要改变他的想法。你不会真的想放弃我妹吧？不是你叫我以大局为重，放弃雨恩的吗？哎，我随便说而已，你就动摇了，这就证明了你不够爱她。我是真的爱她的。那你就不要放弃啊！如果你没有办法为了她改变自己的梦想，那你就试着改变她的想法。 你觉得雨恩会理解我，接受我的工作吗？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怎么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也1年多了，你也是他交往过这么多男朋友当中最久的，他对你肯定是有感情的。好好加油，不要放弃，我靠你的。要改变他的想法，这不是1天2天能办到的事啊。那你只好自为之啦。 其实呢，还是有希望的。什么意思？以我对小金刚的这个恋爱历史的了解，他应该很快就会跟这个 Matt 分手的。可是你啊，典型的暖男。电视剧有看哈，女观众很喜欢像你这样的，可是你永远是男2号。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男主角跟女主角呢2个人相爱，可是你一个人在背后呢默默的哭泣。 那你会怎么做？当然是要拿出男主角的气势跟魄力，明白吗？就是编剧不给你加戏，你自己写。这个时候你要化被动为主动 ，understand？ 自己想一下。安哥，哎，啊，你的厕所还有漏水吗？没有了，那就好。江南，谢谢你特地抽空过来。应该的，世事无常。我最近也听到了很多坏消息。什么坏消息啊？我一个朋友的母亲上个星期因为乳癌过世，刚刚听说一个安哥胰脏生了肿瘤，很有可能是恶性的。 都是你负责的个案吗？是我个案的室友，就是上次你见过的安哥 Dick。安哥 Dick， 你也认识了？哦，正口不认识的，只是他那天刚好在那个地区，我们在楼下遇到。你怎么去哪里了？哦，我同事出差，我就帮他送点东西过去给他妈妈。那个安哥他有去接受治疗吗？他连去做个切片检查都不愿意。所以也就是说。 他未必是恶性的。安哥 Dick 特别固执，什么劝都听不进去。你有试过让他的家人去见他吗？他说他没有家人，不过我想他也许是跟家人闹翻了，才会赌气这么说。现在很多这样的个案。一家人啊，有什么隔夜仇呢？人生啊，其实就是减法，见一次就少一次。
人啊，总是要等到见不到面的时候啊，才来后悔莫及。之前不管我怎么劝，拉拉就是不肯继续练。你到底是出什么法宝来收买他的？当然是用我满满的父爱啊！你的招数来来去去就那几招，不是买炸鸡就是买披萨，要不然就是买礼物送给他。What else？ 这一次我是用了你意想不到的绝招，是我妈咪教的。你妈咪哪一招？啊，秘密。秘密如果太多人知道的话，就不是秘密了。嗯。拉拉，你看你吃的很像小花猫一样。太好吃了嘛！好吃啊，那 Peps 下次再买给你吃。耶，谢谢 Peps。No。Peps， 我要玩那个。好啊，等我一下。别吃这个了。给我。那，呼。哇！ 1、2、3，嘿。怎么了？好像有东西进了眼睛。帮你擦一下。可以跟我一起玩吗？可以啊。1、2、3。小心。 喂，明天3点到4点，好，我会在家。好，明天见，拜拜。什么事啊？我在网上买了一个限量版的球鞋，明天会送来。又花了多少？不多，300而已。而已？你好像真的跟钱有仇，赚多少就花多少。错了，我不是跟钱有仇，我只是把钱变成我喜欢的东西，围绕在我身边。嘿，我要300块的球鞋。好啊，我也买送给你。 对了，我有工作要介绍给你。什么工作啊？我公司接下来会帮一间叫 Lokila 的国际眼镜品牌做活动，他们会到日本拍摄。我向他们推荐你当摄影师，他们也答应了。什么时候？月底。月底？月底没空。你接到工作了？还没。 那为什么不接？这个品牌是出了名的高要求、高标准，他们不是每个摄影师都接受的。你如果接了他们的 project， 对你的 portfolio 很有帮助。我知道啊，可是月底我已经打算出国旅游了。所以呢，你要去哪里旅行？还没决定。那就去日本吧，拍了再玩。唉，难怪我们会离婚。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了。我这个人是公私分明的。 玩的时候我绝对不工作，这不是公私分明，是轻重不分。有工作都不接，还整天乱花钱。Zizi， Sarah 老师 ，Oh my God， 我不是叫你穿美一点吗？不好看吗？我觉得很好看啊。 老师，这件衣服是我在衣柜里面最贵的衣服了。哦，还有我的鞋子，我买了很久都不舍得穿呢。今天是我第一次穿，好不好看？算了，走吧。老师，为什么你皱眉头？你好。Hello。小心。哦。
待会介绍一些朋友给你认识，你要好好把握哦。大家好，早上。这是他们呢。Hi everybody。早上。来，让我介绍，这位是 Zizi， 她也是模特。是你快乐。Hello。好，谢谢。谢谢。谢谢。Zizi， 这2位是业界有名的美容编辑 ，Colin、Chris。你好。Hello。他是 Lila， 他是 Joy， 他们也是模特。Hello。Cyrus 老师，难得回来，我们先喝一杯吧。好啊，来，谢谢。Cheers。对了，老师，最近会有什么计划？会继续待在新加坡吗？不会，我们完成明天1天的活动就飞回香港了。这么匆忙哦。老师，你做多一些本地的 project 啦，我想多跟你合作。是哦，老师，新加坡很需要你。现在有很多技术不到家的化妆师混在圈子里了。好啦，不要一直聊我，你们跟新朋友多认识认识啊。你们2个有跟 Zizi 出席过活动吗？我好像有听过你名字，你是刚入行的对吗？1年多了。那你平时接什么 job 比较多呢？有服装、化妆的，还有一些小活动，就这样咯，4、5次而已。不是说入行1年多了吗？我的 casting call 常常失败的。Zizi 这小妹蛮有潜能的，以后你们的活动需要模特的话，可以考虑Zizi哦。一定支持。Cheers。来 ，Cheers。老师。之前找我们合作的 Mr. Marcus 就在隔壁厢房，要不要跟他打声招呼？当然要，我先过去，你们慢慢聊啊。是，慢走。拜，下次见，老师。走吧。对啊，我最近工作好忙哎，你呢？我也是哎，忙到我皮肤都很干了，现在。这个好美哦。哪里买的？你的手链也不错啊，什么牌子我没看过。这个叫做 River， 水流，那个广告就是这样的。真没看过。你们有没有听说啊 ？Fiona 最近开始看精神科哎。我还以为她很乐观的哎。会不会不是你？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Zizi 的事？没有啊，什么事？听说这女的很白目，经常得罪人，在业内评价很差。难怪她说她接的节目不多，原来是人家都不想用她，所以她才要抱 Cyrus 的大腿啊！也不知道她耍了什么手段 ，Cyrus 这么帮她。就是咯，可是如果没有实力，就算是大咖介绍也没有用的。她真的没有什么模特气质跟特色。有啊，她有气质，就像她戴的手链一样。我回来了。天籁，哎，你怎么了？哎呦，怎么喝的？哎，你怎么喝到这么醉？哎，小心！我要睡觉。哎，女孩子不能喝这么多的啊。好，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哎呀，怎么搞的？天籁怎么喝得这么醉？可能难得跟同行聚会，多喝了2杯吧。哎呀，天籁在这行都1年多了，一直没有起色。我们是不是要劝他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做模特是他的梦想，反正现在家里经济还过得去，就让他继续咯。就快要过不下去啦！现在到处都在传言你工厂要关了，
你分分钟会被裁员，到时没有了工作怎么办？你现在担心这些做什么？大不了到时候找新的工作喽。说的容易，现在经济不好，到处都有人失业。你都几岁了？没有什么公司要请的。反正现在还能撑就继续撑，这是天爱的梦想，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吧。哎，我们出去，我们出去。偶像照。哦，到。哦。嗨，这个好像很好吃啊。哎，要吃什么？好啊。哎 ，Zizi， 你也是今天的模特啊？啊，很巧。大家过来集合一下，首饰已经到了。今天要大家帮忙推荐的是一系列即将在下一个季度上市的饰品。哇，那么漂亮，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退出后我一定第一个冲出去买。我也是。这些首饰素雅高贵，给人一种静态的高级美。所以我希望等一下大家可以好好表现，把每一款首饰的特色都凸显出来。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吗？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去准备吧。好，好。好累哦。大家辛苦了，这是Camilla准备给大家的小小心意。谢谢大家的付出，让我们的活动圆满结束。谢谢Camilla，谢谢Camilla，不客气。你今天的表现比上次好很多，真的。谢谢偶像，继续努力。嗯，只要路是对的，我一定会努力，一直坚持下去。很好。大家先不能走。发生什么事了？刚才进行最后点算时，发现一件饰品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是这条钻石手链。会不会是掉在哪里了？我们已经很仔细四处找过了，就是找不到。这条手链是在演出后不见的，所以很不好意思，我必须要搜查每一个人的包包。大家还记得刚才 Zizi 主动要求看首饰吗？他不是很喜欢那条钻石手链，要搜就先搜他的包包。我是很喜欢那个手链，可是真的不是我偷的。你还敢否认？你熟悉的，你在乎的，生命步骤在凌乱着。我怎么了？跌跌撞撞，还是假装没事了？你遗憾的，你错失的，对自己要诚实了。时间到了，短暂相遇，爱情面临选择呢？昨日拥有太逞强的不快乐，是伤害你的过客。不再执着以前的未来旅程，不任性了。今日的美丽，我们都要记得，你我之间的时刻，开始懂了，要珍惜的。